大家好，我是钟子通，相信各位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匈奴人，所以今天这一支作品，我想要来谈一下一些已经隐退的巨乳女优。但是在业界历史如此悠久的情况下，我也是只能介绍一部分的人，还是会留下不少遗珠之憾啊。如果还有大家喜欢的，就欢迎在留言区讨论跟我分享。首先第一位就是小萧虎男，应该算是近年最大震撼弹之一。凭借着第3部作品后优异的颜值，加上极度不科学的身材，人气瞬间引爆，不论在日本或海外粉丝数量都相当惊人。原本看好在山上隐退之后可以成为业界门面巨星的潜力竞争者，但就这样突然隐退，甚至没有一部正式的隐退作，算是十分可惜。不过目前仍然以 DJ 的身份跟经营粉丝俱乐部的方式持续活跃。接下来是滨崎李绪，算是我相当早期的爱好女优。在以前这种拥有巨大凶器的女优并不是很多，而且修图软体跟整形技术也没那么发达，所以那个封面的车头灯亮度在当时真的是惊为天人。再加上它堪称单体企划女优史上首屈一指的发片机器，那个年代你根本是想不看到她的作品都很难。当然从现在眼光来看，她的脸蛋虽然已经不算顶级，但那对凶器依然是相当优质，推荐给大家。然后要看到这位就是高桥圣子，当时加入业界消息可以说是震天价响，因为她堪称是当时写真界最强 body 之一，如果没有出大事，根本不太可能转换跑道。那出道了之后也是没有让人失望，扛起了相当长时间的 Moody's 招牌，跟当时的山上优雅可以说是一时瑜亮。Carmelo 跟 LeBron 当时两人的共演是堪称无敌啊，但是比起退役后副业经营的有声有色的山上，甚至还能出冥币歌啊，不是让粉丝有收藏虚拟资产的机会，高桥比起来就低调许多。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位女优是涩谷果布。这位女优也是话题性相当的多，出道前当过体育记者的经历以及出色的英语能力，但是这些都比不上她那对 K 罩杯的车头灯抢眼，以极尽浮夸的表演风格，加上堪称2次元等级的身材。而她在隐退之后依然以 coser 和实况组的身份活跃，那她也出版作品来探讨业界生态，并且在后来将作品下架后，针对外流等问题提出检讨。我觉得他未来绝对是会留名业界史册的人物啊。我们再看到的就是桐谷茉莉，也是我心中所谓的意难平啊。因为他隐退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难过，堪称 SOD 专属中一代经典大白兔。即使一级到 Will 集团表现依然出色，脸蛋称不上沉鱼落雁，但整体上就是给人一种青春亲切的气质。本人互动起来也是这样的感觉，再加上那个令人无法忽视的凶器，真的优质。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约他拍打篮球的企划影片啊。好，下一位女优是冲田杏梨，当初一进业界就以价值1亿日币的肉体引起轰动。那她的身材确实也是非常劲爆，尤其在冲撞的时候，那个跃动感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她也是在少数退役之后依然活跃在社群网站上的女优之一，并且跟粉丝分享她各种活动消息，甚至在近几年成立了音乐团体 Black Diamond， 可以说是完全闲不下来。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因为她出生地的关系，英文也是相当流利，很少可以看到可以用全英文进行访谈的女优啊，这点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比较可惜的就是他的作品几乎都已经下架，想缅怀难度较高。好，接着就是 Hitomi， 人体奇迹之一，当年也是在写真界颇享盛名。除了超硕大凶器之外，与其比例完全不相符的身体，让这个视觉效果看起来更加惊人。那他也是从2008年一路拍到2022年，产量是真的相当丰富，可以说是提到超乳这种超规格身材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强者啊。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位是松冈千菜，算是 SOD 的专属女优当中我相当欣赏的一位。小巧的身材跟那对大白兔形成强烈对比，再加上脸蛋清纯可爱，简直是上下两路毫无破绽。她不仅在2015年的 AV Open 活动中被选为代言人物，2016年的广播大奖中也拿下新人女优奖，感觉就快要在业界发光发热的时候，在同年的6月不幸发生事故，也因为受伤的关系，2个月之后就向影迷宣布隐退，可以说是业界跟影迷的一大损失。到目前我依然经常想起她啊。然后接下来要看到女优是长泽子，这位女优堪称是肉感系女优相当重要的人物，从 S1 出道的她，在转企划单体后片量相当惊人。我个人觉得很厉害的是，她可以从女学生演到人妻甚至人母的角色，戏路真的十分宽广，实用度也是堪称1等1。个人觉得不管是透明人
人学生会长或是叫儿子起床的义母这几部作品都相当经典。那值得一提的就是它尺度也相当大，跟上面提到的涩谷果布都有开后门的作品，这在以前的业界当中就跟日本制造压缩机一样稀少。那它也是我个人有买写真集收藏的女优之一。好，那接着就是天音真比奈，当初在 S1 我觉得也是极度有潜力的女优之一体格娇小，身材却很暴力，非常大的反差，再加上极为甜美俏皮的笑容，瞬间虏获不少人的心。可惜的就是发片状态不太稳定，短暂改名成新玛利亚之后就再度消失在观众面前，非常可惜。下一位要提到的女优是利川理惠，又是一位我非常欣赏的女优。当初确认她隐退的消息的时候，应该堪称史上前3难过时刻。那我个人相当欣赏这位大学生女优的笑容，还有那对天然大白兔，真的是又白又嫩。有一部到素人家中访问的作品，还要用剪刀脚夹住交战的对手，真的是实用度满点比较可惜的是，她留下的作品数量其实相当有限，但她也是在当年隐退同时，还有留下无修正作品的女优之一。虽然这边也要再讲一下，基本上无修正在日本就属于违法，我这边就不鼓励。我们再看到是滨崎真绪，也是一位相当传奇的女优，略为沙哑的嗓音，爱你哦，再加上给人傻大姐的气质，以及那对松软的大白兔，成为在业界人气的保证。拍摄的作品几乎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作品风格也是相当浮夸，大胆的演技加上庞大的水量，绝对让你留下深刻印象。那她也是最早期就踏入 DJ 行业的女优之一，甚至曾经在亚洲100大 DJ 拿到不俗的名次。虽然在2024的台湾成人展后直接宣布隐退，但我想粉丝不会轻易忘记她的。我们再来要看下一位女优是小仓奈奈，这位堪称是我最欣赏的女优之一超甜美的脸蛋，可爱阳光的笑容，再加上身材也是相当有料，床上功夫更是精湛，真的是看了心情就好起来。虽然有人说她后期全身晒痕的造型不行，但我觉得这正是她的独特魅力所在。还有一个我觉得她的演出特色就是把大吃一惊的桥段拍得非常好看，我都怀疑男优是不是有糖尿病每次看到都像吃到糖一样开心不过她也在2014年之后就隐退常驻意大利，近几年还传出她已经结婚的消息，那我也只能含泪祝福了。好，那我们来看到下一位女优人科百华。当我想到大芝麻巨乳的时候，第一个会进入我脑海的人，虽然有不少影迷对她的脸蛋表示无法接受，甚至还有人说她长相魔人普乌，但是我还是要讲论身材暴力程度以及车头灯的亮度，人科百华绝对是业界史上的顶尖，那个饱满程度以及粉嫩度都只能用极品来形容。那再加上她的作品产量也是相当惊人，我个人觉得要是提到巨乳女优的代表人物，她绝对可以列名其中之一好，那我们再看到下一位女优是香泽丽娜，那这位身材娇小的女优在当年的讨论度其实也是相当高，充满混血感的深邃五官让人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个人觉得她在 Moody's 那几支作品实用性真的不俗，尤其 MID 1749那部佐伊巨乳，还有在学生时期有不少营养都贡献给她，以及她在闻香社还叫做月本美穗奶的时候的作品，我也是相当推荐。接下来就是小田步美，如果要问我业界的色气代表，她绝对有前3，超诱惑的表情以及凹凸有致的身材，加上业界人士挂保证最顶尖等级的技巧，都让我在他即使已经隐退多年之后，还经常拿出他的作品回味再三，戏路也相当广不管是后门或者是到海外与非裔男优合作的作品，甚至是无修正作品都让人津津乐道。我们再来看到的女优是节月公子，这位女优的隐退可以说是最让我难过的因为当初她在E-Body出道的时候，我看到封面就觉得哇塞，这也太可以了吧。我个人之前其实对母乳片这种类型比较少接触，但是在看完她的作品之后，真的是彻底体会到什么叫有奶就是娘这个道理。作品内容也是实用到不行，瞬间她就预定我当年年度最佳新人的冠军。不过好景不长只留下4部作品就消失在业界，看来真的是来赚一波奶粉钱的。好，接着就是原田美音，我心目中性感野艳的解系代名词。其实她一开始从 S1 出道的时候没有这么轰动，想不到她是成为闻香社专属之后，变成业界台柱，可以说是和群果、林春一起让闻香社成为当时一方之霸。那当年其实也有机会到台湾成人展甚至已经参与事前宣传，但最后无法成行，实在是很可惜紧接着我们来看到这位女优香橙遥，她可以说是业界如同流星一般的人物，略带无辜感的清纯脸蛋，身材却是一点都不无辜，充满罪恶感。这样的尤物却只留下6部作品就匆匆离开，有传言说是因为她的身份被漏搜出来，那真实身份暴露这件事可以说是女优最大的危机通常就只能选择隐退，这也是相当可惜的。我个人觉得要是她有继续拍的话，肯定也会变成 SOD 的台柱之一OK， 下一位就是三手梨爱，也是业界身材教科书之一，同时应该也是这个频道最常被问她到底跑去哪里的女优之一。那她也是典型的要身材有身材，
要演技有身材，要表情有身材，要叫声有身材的代表人物。虽然在表演上有太多可以挑剔的点，但是那个身材真的太好了。好，那我们看到下一位女优是吉川爱美哦。之前来台的时候，因为穿某高中制服而引起轩然大波的人物。这位女优当时在 SOD 出道的时候，我看到封面之后一个感想，哇，惊为天人！怎么会有脸蛋跟身材都这么优质的猛将？那当然，实际打开内容物之后，哇，惊为天人！因为也是有不少批评的声音啊，像是牙齿太乱啊，或是身上痣太多。不过在当时，我觉得是瑕不掩瑜，因为真的是又白又大。当然到后期，她的身材也是有点收不住的感觉，但实用度还是不俗的。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最后一位女优就是安斋拉拉，相信不用我多做介绍啊。S1 乳神三姐妹之一，已经在业界进出了3回啊，3回。所以你可能也会认识她的姐妹宇都宫紫苑以及 Rion， 堪称颜值与胸围的双重极限。除了给人爱演不演的感觉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优点。那在大姐宇都宫的作品已经在 Fenza 全面下架的情况下，我个人是鼓励大家趁 Rion 也跟进之前，快把作品收一收。不然再过几年，你可能连安斋作品都下架，到时候就欲哭无泪了。好，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总统，我们下次见。皆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感谢你的收看，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哦。谢喽。